我现在点一下，慌乱之中忘记点录制，结果上一次中间大概丢失了1个多小时吧，然后我们的那个插画喵已经跟CC Talk 的后台去联系了，他们找回以后，应该这2天会上传到平台。哎，我也是醉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搞一个这种机制是干嘛的，又直播又开播一次，然后要点一下录制，好像别的平台都没有这样，徒增一道风险。我们今天也是啊，今天也是时间紧、任务重的一天，大家有没有准备好？你去把这个灯给它，有点反光。好的，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继续来完成这一章。先问一下你们对于这个头发的部分还有什么疑问吗？因为上一次的课啊，中间有一小段，现在还没有那个啥，中间漏掉的那一小段，现在还没有上传，不知道会不会对你们造成困扰啊？有没有补作业的，或者是上一次跟课的同学有没有跟上？我再稍微补讲一下啊，就是像这种，像这种头发啊，就是它不一定只限于古风啊，或者是国风什么的啊，并不是说只限于古风或者国风。就是如果我们想画这种类型的，头发其实都是一样的啊，操作都是一样的。你就算画那种时装啊什么的，现代装啊也一样，这种头发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去画它，就带一点点肌理的感觉，用这种肌理笔刷画完之后，然后用和它同样的这个涂抹工具啊，把这个头发的质感给它涂抹出来，刷出来。啊，我这里是用到的这个铺色刮蹭作为涂抹工具啊，然后把这个，可以把这个头发的质感给它顺出来啊。然后同样的，画也可以用这个笔刷来画。啊，因为上一节课在检查这个形的时候啊，把耳朵就是往下移过了啊，然后我发现这个发髻其实也应该跟着这个耳朵的位置往下移，所以呢一起再来调整一下。所以大家会发现啊，你们会发现这个画画它就是一个要一直解决问题的一个事情啊。我就把这3层，我看这层头发可能不太受影响，把这一层头发和这个草稿图层选中，把这2层选中，然后用液化工具把它往下拉一点。拉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这种断裂啊，因为我的头发已经分了层了，我把它下面那层给它剪切上来了，所以呢出现这种
后期还得再把它补上。总之最后我们肯定还是要有一个查漏补缺的一个动作啊。当然这种补漏啊，我们其实可以放在下面一层去补。那把下面这层再给它用大的笔刷刷一遍，这样只需要把衔接的地方做一下就好。越是像这种我们设计的这种交汇的地方、交叠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做一下卡闭色的一个处理或者是给它确认一下它的上下分层的情况。头发是一个比较需要耐心的工作啊，因为毕竟它的你们看一下就知道了，这个画面，对吧？这个头发它所占的面积本身就是很大的，所以它的工作量首先就大再加上它的形态是属于比较多变的，然后它本身呢，它的结构又相对来讲比较复杂，所以这么大一块面积，在画面中这么大一块面积，你要把它画好，你必须得拿出相应的这个时间去对付它就不要想着，很多人觉得头发难画，通常是你花的时间和精力不够，所以它画出来呢，你想在短时间内达到一个很理想的效果，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好，下面我们继续我们现在来继续细化它的五官的部分。好，大家可以看到我把这个我把这一块光斑鼻子上的这块光斑，这两个图层，我把它稍微拉宽了一点点我把它稍微拉宽了一丢丢。因为后期呢，我发现这个地方，我发现这张照片上面有一个很有趣的小的细节，就是这里面虽然这张图不清楚但是如果是你们有经验的话，你们就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了。有人能看得出来这是什么东西吗？这个光斑的这个前端，这个细节是什么？大家能看出来吗？来看一下，对这个就是睫毛的一个影子，它是一个睫毛的影子，就是我还比较喜欢画的一个部分。好，所以当我发现这个细节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应该把这个，你看这个光从上面照下来，然后照到睫毛上，睫毛会在它的脸上投下一个影子，所以这个细节我想把它还原出来我就把这个光斑这个位置给它扩大了，并且拉下来一点，让它可以跟这个睫毛的这个影子的位置可以叠得上。好，在我们细化它的这个五官之前我们可以同样的，因为我这个睫毛是新建了一个图层的所以呢，我现在把它的草稿层的五官的部分选中这个鼻梁这块也可以带上它可以带上它。然后呢，像鼻孔人中嘴巴、磕唇沟这块都可以带上，然后带上眉毛，把五官的这个区域给它圈选出来然后呢，选择拷贝并粘贴，
选择拷贝并粘贴。好，此时我们就多了一层关于五官的这个线稿，然后把它拉到下面来把它拉到皮肤层的这个地方，这个图层这里来，降低它的不透明度。一般来说，这样直接降低不透明度就好了啊。好，降到一个你觉得合适的程度。然后呢，我现在把它和皮肤层合并。好，为了避免这个光斑为了避免这个光影这一层的干扰我先把这两层关掉。我先把它两层关掉，得到一个哑光的这个皮肤的质感的这么一个图层。哎，我是不是还没有备份？我可以现在把它备份一下备份一下呢，我就可以把没用的图层给它删掉了。你像下面这个像这个靶子的这个图层，我就可以把它删掉了。然后这层头发图层也是教大家，这个也是在遗漏的那个里面在上一次就是忘记录制的那一段给大家演示了一下，如果找回了的话，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类似工笔的这种处理的方式，这个头发是怎么画的。然后我这层也可以删掉它，这层也可以删掉它，删掉一些不必要的图层，可以让我的后面的图层稍微多一点，够用一点，宽裕一点然后这个背景的这两个光和色的这个部分也可以给它合并。大家在合并图层的时候要注意的点是什么你注意看一下它的图层后面的这个英文字母，你要看一下它图层属性是不是一样的。像我刚才你看我刚才把这个背景这两个图层合并的时候，我发现它们都是 normal 都是那个正常模式，所以我就直接把它合并了。所以为什么我一直没有把这个光影的这两个图层给它合并？因为这后面的这两个图层它的叠加模式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如果把两个叠加模式不同的图层合并以后，它的效果会发生变化。合并以后它会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可能不是你想要的大概率不是你想要的，就会跟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是会有差所以呢，一般如果说图层的这个属性不一致的话，我是不会把这个单独两个图层合并的。但是如果要合并要怎么做呢？就把这三个图层合并如果要合并的话，我就得把这个皮肤层和这个光斑这三个图层给它合并成一层，这样它就不会受到影响，因为这个光斑这两个图层它是包含在它的范围是包含在这个皮肤层的范围里面的，所以你单独给它合并所以你一起合并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单独合并的话，它涉及到这个图层独立的一个透明度还有包括它的边缘虚化的边缘的问题它会那个在改变了，就是合并以后它肯定要二选一，它肯定要把你的图层叠加模式二选一，或者它最后合并以后它就变成一个 normal 的格式了，它会对那个就是这个影响对下面图层造成的影响会发生变化，所以到最后一步我们再去合并它，抠细节的时候再去合并它。好，现在我们来处理这个脸部的这个细节了。找一个清楚一点的，把那个照片给它找出来。好，还是从眼睛开始。我们已经铺了一个大的底
我们已经铺了一个大的底了，所以接下来呢可以继续深入的刻画它。然后我刻画细节的时候就用到我们的这个细节刻画笔刷就好了啊，用到细节刻画笔刷。这个时候选颜色就可以直接在画面上选了。我们前期啊，大家注意画画前期铺色的时候，最开始你要确定它的所有颜色之间的关系，大色块啊，比如说皮肤什么色，衣服什么颜色，头发什么颜色，背景什么颜色，这几个颜色是需要你一直权衡它们之间的关系的啊。但是画到中期，你开始画这个体积啊，刻画它的这个光明暗关系了之后啊，随着这个画面上面的颜色的增加，越往中期后期，我们在新增颜色的时候啊，就可以直接从画面上面选择颜色，再微调就好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妆容啊，眼周围是比较稍微偏深一点的，所以呢，我现在啊，吸一下它的这个眼皮的颜色。眼线啊，吸一下这个眼线的颜色，然后把它稍微的加一点点饱和，它现在是一个棕黄色，稍微加一点点饱和。这个时候笔刷稍微大一点啊，把它的这个双眼皮褶子，它双眼皮还是有一条分界线的哈，它不是一个完全闭眼的状态，所以它的那个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双眼皮褶皱。好，在这里把双眼皮褶子铺一个稍微深一点的这样的一个颜色。然后像这种情况，因为它两只眼睛啊，它在不同的受光面，所以你注定两个眼睛相同的部位，它的颜色其实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也可以两个眼睛分开画。如果这两个眼睛的受光差不多啊，那我们可以两只眼睛同时进行。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因为里面这只啊，它完全在一个暗部，而且它是一个我把它处理成一个冷色调了。所以这一块可以单独再去处理它。好，然后我们把这个内眼睑哈，下眼皮的这个内眼睑也刷一点这个颜色，可以让它稍微红一丢丢。好，再让它红一点啊，往红的方向走，加一点饱和。我们把这个，我刚才加完饱和以后，发现这个明度有点太亮啊，我又把它往下，把它的明度往下降了一点。我们把眼腹、泪腺这个区域给它填充一下啊，大家要知道啊，我们因为是从它的眼睛的侧面去观察它的，对吧？对于这个眼球来讲，我们是从它的侧方去观测它的，所以我们才能够看到眼头啊，我们能够看到眼头内眼角的这个里面的结构，所以这块画的比较，你看比我们画正面和那个3/4脸的时候，这个区域要画的宽一些，因为这个区域是你转到你转到它的侧面，你能观测到的比较多。好，然后我们把这个颜色啊往左下方移动一点，让它稍微再灰一点、暗一点，用这个颜色呢过渡一下啊，过渡到它的眼线，可以稍稍的给它做一个拉长的动作。所以你们画的多了，你会发现啊，这个上眼线和下眼线的眼线是眼线，眼眶的宽度是眼眶的宽度，它是不一样的。眼睛实际上的长度就只有这么长，眼线你可以拉长啊。所以大家画眼线啊，你可以大胆的把它往长的方向去画。
好，这个地方其实是有一个小三角的啊。那我们把这个眼，把这个下眼睑的这个内眼睑在这里开一个小剪刀口，开一个小剪刀口，这样你就会发现它上眼线和下眼线之间夹了一个小三角区，这个小三角区我们可以吸眼皮周围的颜色，那把它卡出来。大家可以观察自己的眼睛啊，也是这么一个结构。只不过很多人如果化浓妆啊，如果化浓妆这个区域会被它填满。但其实我个人在画画的时候，我不喜欢画那种太浓妆感的五官的细节，因为化妆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大家要明白，化妆的目的就是最高级的啊，就除了你在特定场合，你想比如说舞台妆，你想让别人看到你。一般来说，日常啊，或者是一些社交距离，或者是比如说，就是甚至是影视拍照也好，你化妆的目的都是为了美化自己的原生长相，对吧？你恨不得让人家觉得你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就是这样啊，所以呢，那我们在画人的时候，你就要把有一些东西的妆感变成它的妈生感啊，比如说长睫毛，很多人贴长睫毛是为了让别人一眼就看到我贴的是假睫毛吗？不是啊，他是为了让人家觉得哇，你怎么天生睫毛就这么长？所以我们在画这种什么长睫毛啊，对吧？长睫毛啊，然后像这种大一点的眼珠啊，然后卧蚕啊这些东西呢，这种小结构啊，眼线啊、眼睑啊这种小结构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让它体现出它天生就是这样，而不是说哎这是化了妆以后的效果啊。所以画家，特别是那些写实的啊，像那些欧洲的那种。它怎么出来了？这玩意怎么给它？像以前那些欧洲的画家，他们观察的都是那些在，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啊，被冻得脸红红的那种感觉。好，这个颜色啊，我们现在再吸一下眼皮里面这个颜色，我们还可以把它用来晕染到它的鼻子的区域。我们把鼻子这条线的末端给它拓宽成一个面。如果你用的是这种是细节刻画笔刷，因为这个笔刷它比较细，它就有点像彩铅的那种排线的方法啊，有点像画素描、画彩铅那种排线的方法。你要把它拓展成一个面的话，你这样排开然后往这边也排一点。好，这个时候呢，可以取消它的这个不透明度的保护的部分然后我把线稿的部分稍微带一点点出来。然后我可以用这个颜色把它调的稍微细一点，顺便把它的轮廓给它勾勒一下。其实厚涂的话就比较少有这种勾勒轮廓的动作，所以很多人他判断一张图是不是厚涂，他会从你有没有这种明显的轮廓线去判断，那个其实是比较肤浅和武断的一个判断方式。如果你说一张图最后你看它的那个线的多少只是显得平面不平面，那么厚涂它就不是一种技法了如果是这样判断的话，厚涂它就不是一种技法，它只是一种视觉上的效果，它就只是一种风格只是一种视觉风格而已。好，在这里可以把这边的脸的这个坑坑洼洼的部分再给它修正一下。
好，用橡皮擦工具把这个边给它清干净。这个卧蚕是有一点鼓的，所以我们画这个眼睛的时候，但是还是忠告大家啊，忠告大家，我们在画的时候不要一直停留在这种放的很大的画面去沉浸啊，一定要把它拉到一个小图的状态去观看它的一个整体效果，否则的话你的问题很容易是发现不了的。那有的同学可能会有，不知道会不会有同学有疑问，那我如果想画厚图，我是不是就不去描这个边？我不描边的话，我要怎么办？你看我现在做的动作，我现在是用一个比较深一点的颜色在描这个边，对吧？那如果你不描边，你要想让它画的，你要想让它更有那种厚涂感啊，我现在说的就是那种视觉效果，那种厚涂感，那其实思路和这个哎，它一直在跳。思路和手法其实没有差别啊，其实没有差别。那你就用一个跟它边缘、跟它的这个块面非常接近的颜色，那你就用一个很接近的颜色去处理这个边缘就好了。你就不要让这个边缘的让你勾边的这个颜色深一圈就好了啊。其实就是选一个更低调的、更隐蔽的颜色去处理这个边缘。最后让它不显啊，但是让它的边缘干净但不显。所以你们不要认为厚涂就不会花力气去处理这些边缘，那是大错特错啊。反而是你越是厚涂，你越是要那种厚涂感啊，就是不要有这种描线的感觉，越是要那种很逼真的感觉。那你又要处理好块面和块面之间的关系，是要花很多时间去处理这种关系的。所以呢，其实描一个线是一个便捷的，能够处理好、能够区分好块面之间关系的一个手段。但是它的线的存在会让你的画面的立体感降低啊，平面感会提升，所以呢，这个东西不一定是一个不一定是需要用好坏来论处的一个事情，只是你想要的效果啊。你如果还是希望你的人物有一些这种插画的感觉啊，对吧？有那种平面感、插画感，你有时候是需要用到线啊。那甚至在线的处理上也是还是可以啊，有这种节奏感，这个轻重缓急，粗细啊，明暗粗细。好，回到眼睛来啊，回到这个眼睛，我们继续啊，继续它。像这种铅笔画过的痕迹，你们自己决定，自己判断啊，自己判断你的铅笔的痕迹厉不厉害，到没到一个需要去处理的程度。如果像我这种还算是比较简单干净的这个底稿啊，我就可以在上色的过程中慢慢的把它淡掉就好了。如果你铅笔的痕迹，比如说铺的面积太多太乱了，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涂抹工具。这个时候涂抹工具我还是原来的铺色剐蹭笔刷，我把它切换回3月更新里的均匀涂抹啊，切换回这个均匀涂抹笔刷，我们可以把笔刷调小一点。你把这个涂抹工具就当成一个蘸了清水的新的一支笔啊，一支蘸了清水的笔，洗干净的笔，去蹭掉那些
你不想要的颜色，画多的颜色，或者是把两个颜色慢慢的就是调和起来。像这种地方啊，这个鼻子这个转折线，我们也可以稍微处理一下，包括这个眉毛的毛流也可以提前预处理一下，稍微弱化一下这个铅笔的痕迹，主要是弱化它的周围啊，主要是弱化它的这个轮廓感。好，包括这个，那我现在可以把它的眼珠的部分给它直接抹的模糊一点。这里的结构先，如果你怕自己忘记啊，这个结构先尽量别去动它。好像这种地方鼻孔啊这里啊，我们就可以吸它旁边的颜色，慢慢的去把它卡的范围卡的细一点，也是一种处理方式啊。或者直接吸周围的颜色，覆盖它用周围的颜色覆盖它，把它变得浅一点，不那么明显。这些方式都可以啊。我现在在演示，在演示几种不同的，就是处理这个底稿和上色之间的关系的方法。那像嘴唇边缘这种地方就尽量不要去涂抹，因为涂抹它还是会容易抹脏。你看这个地方啊，眼珠涂抹了以后，它的颜色是会变深变脏的，但它本来就是一个深色，我们还要继续刻画的。但唇周这一圈我们不想让它太显脏啊，我们就选择然后分别用里层的颜色和外层的颜色去覆盖它，慢慢的把这个原本的边缘给它弱化。好，当你的这个边缘弱化到已经看不到明显的这个铅笔痕迹了以后，我再去用涂抹工具啊，我再用涂抹工具去做这个柔化它的嘴唇周围的这个边缘的动作是可以的。所以注意这个顺序上的小的差别。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刻画它的眼睛的部分。它的这张图它这张图的内眼睑的部分颜色是比卧蚕部分要深的，所以我们呢就把内眼睑的面积刷一遍。我们在刷颜色的时候，顺便就可以用它来挤压用它来挤压这个底稿留下的痕迹，挤压和覆盖底稿留下的痕迹。再选择外侧的颜色往里画，去夹它去夹这个边。我们吸色是一个会要频繁去做的一个动作因为你看这个卧蚕从眼头到眼尾，它是经历了不同的明暗和颜色的色相的变化的，所以你在画它不同的段落的位置的时候，你要去吸它的，你要去换颜色去吸所以这个时候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去买一个小键盘的，买一个小键盘吸色就可以快很多，效率可以高一些。好，这个颜色可以用它
啊，直接用这个深一点的颜色啊，用它来加强一下前面这个卧蚕的部分。我们在画这个眼睛的时候，有的同学会不知道啊，不知道卧蚕，哎，哪个部分我把它卧蚕是一条嘛？啊，老师又说过，我不要把这一整条画的黑黢黢，那我哪个地方画深一点，哪个地方画浅一点呢？啊，那你就要分析它的受光。你看这个眼球，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球，当成一个球体，它的光是从右边来的，右上方来的，对吧？那它的左下方就会比较暗一点。那么卧蚕也是啊，卧蚕在这个球体的边缘，我们就把这一条的左下方的方向啊，左下方这个方向的颜色给它画深一点。然后卧蚕尽量不要画成一条线啊，画成一个面。然后一边画呢，可以一边用这个涂抹工具去过渡。过渡完了以后，你可以继续啊，又可以继续用笔刷往上涂，这样就避免我们最后留在画面的上的一层啊，最后留在画面上的一层颜色避免它是由涂抹工具涂抹过的啊。如果它还是由我们的笔刷刷上去的，它会那个绘画感会更强一点，笔触的信息会稍微多一点。但涂抹是为了防止多层的笔触叠加过于凌乱啊，为了防止过于凌乱。好，我们再吸这个眼线的颜色啊，让它稍微灰一点点，调细一点笔刷，我们去来刻画一下这条双眼皮线。大家注意这个双眼皮的线画完以后啊，不要跟我说过啊，不要跟眼皮里面产生一个浅色的缝隙啊，那一定得想办法把这个颜色给它填满，给它晕下来啊，晕染下来。好，在它的好，现在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现在可以打开这个光斑的这个图层啊，观察一下，在这个光的两侧，它会有一个漏光的现象啊，这个光它不是突然消失的，哪怕它是一条线啊，哪怕它是遮挡，它从有到没有之间，哪怕它比较锋利，但是你无限放大，无限放大，它也是有一个递进的渐变的过程的啊。所以呢，这个光它是会漏的，漏到旁边以后，旁边的颜色会比它的固有色要饱和度要高一些。所以我们在这个光啊，我们看到这个位置以后啊，吸它这个眼皮的固有色，然后呢，在这个光斑的两侧提升它的饱和度啊，把这个饱和度往右边拉。画还是画在皮肤层啊，这个逻辑大家盘明白啊。我们画还是画在皮肤层，然后把它在光斑带上这个光斑一起啊，光斑的两侧你给它把饱和度加强一点。这时候如果把光斑图层关掉的话，你就能看到是一个这样的效果啊，就是这个眼皮的中后段，我给它加了饱和，饱和度变得高一点了。然后呢，同样的这个颜色我们选了它啊，选了它就别浪费，我们把它放在一些明暗交界线的地方，点缀在一些其他的地方，包括啊，我现在把它放大一点，再拉回一点点饱和度啊，我还是要保证这一块的饱和度是最高的，再拉回来一点点，把它铺在这个眼皮上方。周野的眼窝是有一点点凹的啊，所以它的眼睛这一块的骨相也是比较立体的，它的结构比较丰富，因为它眼窝有一点凹。啊，我现在吸一点这个眼皮里面的颜色，把这个你看，同样的还是个球啊，还分析一下它这个整个这个眼窝它还是一个球体。那我们把这一块也给它加深，啊，把这个前端也给它加深。
然后把这个颜色慢慢的往它的眉骨里面去延伸。这个笔刷它是比较细的啊，所以在用这个笔刷，如果你铺颜色的时候要有这个彩铅素描这种铺色的概念。如果你掌握不好，你还切换回那个铺色小牛也可以，那个笔刷会均匀一点啊。好，然后我们选一个次一点的、稍微亮一点的颜色，就直接在它旁边眼皮这里选啊，在眼皮上面选一个稍微浅一点的颜色，把它轻轻的在它的双眼皮褶子的紧贴的双眼皮褶子的上方，紧贴双眼皮褶子的上方啊，轻轻的勾一条偏浅一点的颜色。这个浅色呢，是为了突出这个双眼皮褶子的厚度啊，是为了突出它的厚度的，所以它要画成一条白线啊。我们要用这个涂抹工具啊，很细很细的涂抹工具啊，把它这个边缘给它柔化一下。这个时候它就会看起来像是一个有厚度的东西，而不是几条不同颜色的线卡在那里。好，我们吸一下它的双眼皮褶子啊，吸一下双眼皮褶子的线，然后把这个线呢，慢慢的啊，加一点饱和，往右下方走一丢丢，加点饱和，然后用稍微细一点的笔刷去局部的把它卡出来。我们观察一下它哪个地方的这个双眼皮啊，哪个地方比较深一点。可以看到它应该是这个每一张图你感受到的不太一样啊，可以看到它应该是这个眼头和眼尾这两端稍微深一点，但这张图感觉中间都深一点，那这个就无所谓了，它应该就是一个比较均匀的眼皮的深度。那我们就挑一些啊，比如说我挑一个尾巴，把它加深，然后再稍微拓宽一点。好，这样只是为了让它的眼皮啊看起来不是一个很单调的一根线啊。把它的眼头啊，这个是因为这一块的颜色环境要深啊，所以我要把它压暗一点。眼头和眼尾的双眼皮的部分加深一点。那我们甚至还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双眼皮这里有一点点回勾的感觉啊，其实不完全，它也跟那这里会有点往下勾，也跟它拉长了眼线有关系，也跟这个光啊，也跟这个光照下来上面的眼皮在这里有一个影子有关系啊，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你看这里就是因为影子，那我要把影子给它调出来啊，我要把这个影子的面积给它调出来，在这个它的边缘。在这个影子的边缘的地方，给它卡一点深色，哎，好像是这个眼皮在它的上一层眼皮在它下一层眼皮上形成了一个投影，然后慢慢的把这个尾巴给它拓宽，画下来。好，那这条浅色的结束之后啊，这条浅色结束之后，它因为它的眼窝我说了细节很多，它有就是凹凹凸凸的高低起伏的啊，我们在这个上面这层呢，又可以给它吸上面这个略深一点的颜色啊，再往右拉一点点，加一点点饱和，又可以把它的这条浅色的
上方又给它加深一点点，带上一点点这个深色。但这就不是一条线了啊，它是一条起起伏伏的阴影。然后画完以后啊，像这种地方它是弱，它属于那种弱结构，它不是那种强结构啊。所以像这种弱结构，我们就不要把线画的太实了，都虚着画。所以呢，画完以后就利用这个涂抹工具啊，利用这个涂抹工具把它做的隐秘一点。好，吸这个眼皮的亮色啊，吸这个眼皮的亮色，把它的这个眼眶，把它这个眼眶的形状再给它确认一下。因为它的眉骨是比较高的啊，周野的眉骨是比较高的，特别是后半段这块是比较亮的，所以这半段你要确认一下它的形状，因为之前可能有的同学上色铺色的时候会把颜色铺的比较大啊，所以这个时候要用一个浅色把它的这个面积给它确认下来。然后这一块啊，因为也是一个被光照到的区域，对吧？我们打开这个光的面积可以看一下。那同样的，它这条两边也是属于漏光的情况啊，这两边也漏光，也可以增加一点它的饱和度。那么这个饱和度怎么增加？其实就像那个一样啊，就像藏色一样。你增加饱和度的时候，同时你也不能够去破坏我们前面做的这个眼窝的这个黑白关系。那我就直接吸这旁边的颜色啊，吸这个光斑旁边的颜色。直接把它这个颜色往右上方拉，就等于加强了啊，加强了饱和度。像这种啊，这种大面积的，我们可以用铺色小牛啊，用这个小牛笔刷，然后把这个光斑关掉也行。轻轻的，你记住它的位置啊，轻轻的刷在这个位置上。你打开它和关了它都可以啊。你如果打开下面这层，那把它刷在这个光斑的两边。但注意这个颜色不要太深，不要抢掉我们前面做的那个结构啊，不要压到那个结构了。好，甚至你还可以更加这个是现实一点的手法，如果更夸张一点的，用那种漫画思路啊，夸张一点的话，我可以把这个边缘的颜色啊，它的饱和度给它加的更厉害一点，我就可以用现在这个颜色，我觉得有点偏黄，然后它稍微再红一点啊，稍微再红一点，然后把它的饱和度再提高一点，把笔刷调小一点。把笔刷调小一点，用细节刻画笔刷，在它的这个边缘勾一下，那甚至像这种啊小阴影啊这些地方都可以勾一下。就形成一个漏光的效果。同样的这种手法啊，我还可以用在这里鼻子周围。当然你这个颜色你要确定啊，它是适合这块的啊。不确定的话，我们还是用老方法。你看，先吸色，先吸这个鼻头的颜色啊。然后呢，我们慢慢分两步吧，还是先用这个铺色小牛，先浅浅的提一下饱和，把它的这个饱和刷在这个鼻尖的面积，刷在这个范围，这是属于进阶的内容啊，属于进阶的内容，就是在这里也教给你们了，那种画光影啊，本来基础班不太想教这些，因为会比较花时间，而且需要慢慢去理解啊。对理解的能力要求会高一点。
好，带上一点。然后这边因为它跟鼻头的颜色不一样啊，所以要重新吸这里的颜色，然后提一点饱和，然后轻轻的刷在这个两边。这个时候你不需要特地围绕着这个把它做的那么的刻意啊，挑一些段落来做就好了，不用那么的刻意。那这个脸也是啊，这个脸单独还得单独弄，因为它们的颜色也不一样。好，然后呢，再次啊吸一下这个边缘的颜色，啊，再提一次饱和，然后用细的笔刷了啊，就用细节刻画笔刷，用细的笔刷去勾勒一下它的这个边缘，重了啊，这个颜色重了，往上去一点，勾勒一下它这个光边。你画到这里也是啊，你要想勾这个光边的话，但没有必要把一个光边框的死死的啊，没有必要把它框起来，所以可勾可不勾。那要勾的话就挑一小段，来一点点，在不影响它的这个黑白关系的前提下啊。好，这样你看我们把那个光弄出来，你会发现这个光很有层次，对吧？啊，你会发现这个光很有层次，很有细节感啊。好，这个光关掉，我们继续来画这个眼睛。好，现在我们来画它的眼白的部分啊，画眼白的部分。眼白的部分就直接吸这个颜色，因为它现在这个眼白是合理的，你整个看下来，你觉得它除了颜色偏暖之外，啊，如果它的明暗是 OK 的，你就直接改色相就好了。好，所以直接先吸色，然后把色相呢直接变成一个灰色就好了啊。我直接用一个灰色来画它，你看灰色在这个在这个氛围里面，它就会显得比较冷。我先把它大面积的铺灰。这种面积大的，你直接用铺色小牛笔刷去画也可以啊，我懒得换了，铺成一个灰一点的，然后把接近这个眼珠子的部分带点蓝啊，把这个蓝拉出来一点，铺在它中间，然后后面就是眼珠啊，虹膜接近虹膜的这个部分给它加一点点蓝，然后接近，你看接近这个内眼角的地方，还是吸它啊，加一点红。这个时候我们红色可以稍微深一点，因为它的这个眼白也是一个球体啊，两边它会转过去，所以两边的颜色是可以深一点的。好，用这个颜色往它的这个泪腺啊，眼腹的方向，泪腺的方向去过渡。吸里面的这个颜色给它慢慢画出来，让它这里呢先变模糊啊，先变模糊。好，也可以借助涂抹工具把我的底稿，我是不是画错层了呀？没有啊，对，它这里我的底稿的这个原来的那层涂层我是还在啊，难怪我抹了半天它没有消失。我是那个草稿层没有完全给它关掉，让它若隐若现的。好，可以继续啊。然后呢，我们吸这个眼线的颜色，用一个细一点的笔刷啊，把它的这个内眼线勾出来。
这里是有一个结构的啊，这边这里有一个宽度，这条宽度啊，就是它的内眼睑的宽度，可以给它勾一下。哎，我之前有一个特别清楚的那个高清一点的照片，我找一下啊。是这张吗？这张稍微清楚一点。好，看着这个，那我们把它的这个上眼皮也有内眼睑啊，上眼皮的内眼睑在这里也是看得到的。我们把上眼皮的内眼睑的这个厚度沿着这边画出来，它是一个这样的关系啊。这里可以加重，它的眼皮在这里转折可以加重。然后这条线我们稍微画虚一点，因为它这里的透视转的比较厉害。好，接下来这个这个瞳孔啊，不是就是这个虹膜，大家想画什么颜色都 OK 啊。但是一般呢，就是画这种古风啊、国风啊，我们还是画黑眼珠，我们就是直接吸啊，直接吸这个头发的。我会吸这个头发贴着这个鬓角的这个颜色。我看到它有一点点发紫啊，有一点点偏紫，那么这个偏紫的颜色正好就用它来画这个虹膜也是 OK 的。然后把这个虹膜涂出来。我用的是铺色小牛啊。它这个眼睛因为是往下看的，所以它没有三白眼，所以它的眼珠啊跟它的下眼皮是贴紧的，贴在一起的啊。但是我们要注意啊，我们要留意的是，它这个眼睛因为也是一个往下看啊，它是一个往下看的一个感觉，所以它的眼皮也是半耷拉着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注定这个眼珠啊，不可能是一个圆啊，它也只能是一个半圆。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眼珠的形状啊，你不要把它画的很圆。所以这个角啊，这个眼珠和眼皮的这个切角一定不能是一个锐角啊。让这个眼皮往下看的这个趋势明显一点啊。所以眼皮的这条线啊，我们也不要画的往上鼓起来了啊。你在画的过程中，我用这个细节刻画笔刷啊，我还可以把这个眼皮面积往下继续压，把它往下压，让它显得是往下看的。那么同样的，这条眼线呢，我可以把它往下扩啊，往下拓宽。
让它灰一点，灰一点好跟这个眼珠的颜色去衔接，把它往下拓宽。好，然后进一步啊，用灰一点的颜色加深它，把这个眼线上眼线给它加粗加深。好，下面我们就进一步的来画这个眼珠子里面了啊。眼珠子里面我上一次课给大家教的是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边缘的画法。那么这次我们教一个，我们可以再画一个偏朦胧感一点的啊，偏那种韩式啊，那种清透一点的、朦胧一点的那种画法。我们可以在它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在这个眼珠子上面，从上面往下有一个阴影，我们选一下这个眼白，让它给它加一个，我现在把这个颜色啊往右下方走，给它加一个偏蓝、偏深一点的一个上眼皮的阴影，添加一个阴影。好，然后呢，把这个眼珠啊和眼白的边缘给它混淆一下，让这个眼珠里面的颜色不要太深啊，底色不要太深。对，我给大家找一个我之前收藏的一个素材啊，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收藏了一个比较好看的眼珠的一个素材，找一找。像这个也蛮好看的啊。那像这种，如果说你对这个结构啊，你对这个眼睛结构搞不清楚的话，你其实可以翻一些类似角度啊，翻一些类似角度的。你像这种，这个角度就和它挺类似的，你就可以看清楚这个眼腹里面是什么东西，是什么结构。像这个眼珠也还蛮好看的啊。我还有一个挺好看的眼珠，我找一下啊，这种也还不错。那像它这个角度也是，你可以看清楚啊，你看清楚这个眼腹的结构。但是因为他们是老外啊，老外的话这个眼角会比较的开一点，老外很少有这种亚洲人的这种尖尖的内眼角，他们都是那种比较圆的开的。这个颜色也挺好看的。像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跟我们的这个很像，有没有？啊，眼腹的这个结构，包括眼皮的这个结构，很相似啊，只不过它眼睛看向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我能不能找到那个呢？啊，这个也很像啊，这个也很像，而且这个连光的方向都很像。我们可以参考，我们其实可以参考它这个受光来画这个眼珠子里面。我先把这张图打开啊。这个也挺好看的。好，这个是一个比较朦胧的一个渐变。所以大家平时可以多收集一些类似这样的图。你看这个是一个红眼，这个是一个红眼的眼珠。这个也是一个，这个红眼我感觉有点像后期，有点像后期做的。哎，我那个找不到了。那从这张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在怼近啊，怼得很近的情况下，你看强光照下来，它连这个眼球上面都会有这个睫毛的影子，也是一个很漂亮的现象啊。那个好像有点一时半会儿没有办法立马找到，那我们就按自己的喜好来好了啊，可以参考这个，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好，因为刚好光是从右边过来的嘛，我们参考一下这个，就会发现它右边迎着光的地方啊，它会呈现一个偏琥珀色的感觉。那我们把这块的颜色，我们就吸它啊，吸这块颜色，把这块颜色往这种偏黄的方向、偏黄绿的方向走一走，然后往右上方提一点亮啊，再提一点饱和，把它铺在这个区域，铺在这个区域。好，然后越往左走啊，它会绿一点，你看中间它有点过渡，绿一点，然后灰一点，用这个灰一点、绿一点的颜色，大家一定啊，每次选到绿色啊，你都把饱和度给它拉低一点啊，因为绿色的饱和很容易爆掉的。再往右，它变蓝啊，有一个变蓝的过程，你看它就顺着这个光谱划过去啊。最后呢，它这个是有点蓝，它这个是有点蓝啊，但是我希望它不要成一个就是一个外国人的这个感觉，那我就让它最后偏紫一点，我直接把它往光谱的右边走一点，让它有点偏这种雾霾紫的感觉，它最后又会亮一点啊，让它偏这种雾霾紫。好，然后用这个涂抹工具把这些颜色，这个颜色你不一定要抹的很均匀啊，但是你可以由中间往这个外圈辐射的感觉，把它涂成一个虹膜的一个走势。然后顺便你们看我们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往里一铺，外面的这圈啊深色的边缘它自己就流出来了啊。好，用这个紫色呢，我们可以加一点这种小的笔触。在这个轮廓的边缘，好，把它，因为这个时候啊，这个眼睛啊，它是和这个眼睛它是和下面的眼线接触的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接触的这个边
给它加重一点，相接触的这个边缘给它加重一点。把上边缘也给它加重一点，要让这个紫色啊融在这个眼珠和眼线之间，让它不要那么的突兀。画好了，我们还要大局观来一波啊，看一下。那正好它的这个偏黄绿的颜色可以和画面的这个背景是呼应的，然后这种偏蓝紫的颜色是跟它的头发呼应的。好，直接选择中间的部分，把它再加深一点，画一个瞳孔啊。注意这个瞳孔啊，注意这个瞳孔的位置和形状，你要把它画在这个眼睛的中间啊，眼珠的中间。你要知道这个眼珠是有一大半藏在眼皮底下的啊，对吧？它只露了一半，所以这个瞳孔你千万别画到这儿啊，往高了画。你这个瞳孔的位置越高，看的人就越能感觉到哦，原来它是有一半被遮住了。然后瞳孔的大小取决于你自己的喜好，或者是如果你想要科学一点的话，你分析它的这个感光的这个强弱啊。在光线比较强的环境里面，瞳孔会比较小一点。光线弱的暗的环境里面，瞳孔会变大一点，因为它要放大一点，因为它要捕捉更多的光线进来，让自己看得清楚。这个光线其实是 OK 的啊，大一点小一点都行，或者从画画的角度来讲，你自己喜欢就好啊。然后呢，给它这个瞳孔也来一点颜色变化啊，我把它的下半部分画的偏绿一点，浅一点，绿一点，跟它的环境去呼应。这个绿色啊，就一半身体让它在灰的里面就好了啊，它也能够体现的出来。然后用这个涂抹工具来抹一抹。好，越到中间颜色越深啊，越到中间，越到靠上，颜色越深。但是我们这个就不要画一个瞳孔里面还有瞳孔的感觉了，不要让它分明显的有一个边啊，所以把这个颜色给它晕染下来就好。这个瞳孔呢，我们也不用画一个很死的边，有的地方给它开口啊，包括这个眼珠的上边缘，我们也可以让它和眼线稍微融合一点。好，这个眼珠的边缘我用涂抹工具啊，细细的涂抹工具给它卡一圈。好，再把这些地方啊，把这些转折啊，不要让它露白啊，把这些转折的颜色衔接画的再完善一下。我现在用一个深深的灰蓝色啊，去卡这些边边，包括这个
这条阴影啊。好，现在我们观察它这个眼睛。我们来强化一下。强化一下这个内眼睑，它是这样子的啊，它是这样鼓起来的。这边用一个重一点的饱和度高一点的颜色给它卡一下。好，眼角给它加深。好，眼睛啊，画到这就差不多了。我们可以把这个边缘，眼珠和眼线，它们碰在一起的这个边缘给它画重一点。OK， 另外一只眼睛啊，另外一只眼睛其实我们弱化它就好了。你看它这个也是比较弱的啊，它不是主要的。那我们吸这边的颜色，然后呢，把它所有的颜色都加深一点，加灰一点，画到左边去。左边所有的颜色啊，都比右边的颜色要冷，要灰，要深。把他那张照片给他拿过来。啊，一定要记得啊，所有的这些边边，你都要给它卡实了啊，不要留白，不要留下一个白边的感觉。你看，包括这个眼皮啊，眼皮的里面是颜色比较深的。思路呢，跟我们画这只眼睛的思路是类似的啊。然后只不过大家画的时候注意选色，还有一个点要注意啊，就是这个眼睛的眼裂啊，两个眼睛的眼裂不要差太多啊，它们的高度，眼裂的高度，左边不要比右边大啊。你看起来是会显得大的，因为它窄啊，它被压短了，你就会显得它是纵向拉长的。但其实你从这个透视啊，从这种科学的角度去分析，它不会比右边要更高啊，要明白这一点。一定要用一个更灰一点的颜色去画，灰就代表冷啊，灰从某些角度来看，它就是代表冷。
你比如说你都给它降一级啊，你在这边是用来画暗部的，在右边你是用来画暗部的，在左边你就可以用它来画一个正常的啊，画一个固有色。好，眉毛啊，眉毛的画法呢，这边再给它稍微把这个眼窝再处理的平整一点啊，颜色光滑一点。眉毛还是一样的啊，还是一样的思路，就是我们先用一个画眉粉的概念，它的这个眉毛是有一点点偏棕黄的感觉的。啊，我们就可以吸这个眼皮里面比较灰一点的棕色啊。你看扫在用这个小牛笔刷吧，用小牛笔刷把它扫在眉毛转折的地方，你会观察它这一段这条眉毛啊，这个地方是颜色最深的，扫在这里，其他的呢就跟旁边慢慢去过渡。然后这个过渡，我们为了整个画面的统一性啊，我们也可以去吸它头发里的这个偏紫一点的颜色。很多同学的眉毛画不好，因为太割裂了啊，画的太割裂了。啥意思呢？就是你在前期的时候啊，这个眉毛和皮肤之间你没有做好这个过渡，特别是和下眼皮啊，没有做好这个过渡。多花一点功夫啊，去把这个边缘啊，你看慢慢的给它由深到浅的过渡下来，带下来，而不是突然结束。你突然结束就跟那个眉毛是两个黑片片贴上去的是一样的，因为你后期画的只是毛流啊，只是一些肌理的部分，已经不太涉及到这个铺色颜色的这个变化了，所以你前期啊，你前期这一块如果说没有把它做颜色做均匀，没有把它颜色过渡做好，后面是没有办法补救的。那眉头啊，然后像眉头这种地方，它的颜色是需要淡一点的。像这种地方啊，我们就让它淡一点，你甚至可以吸这个皮肤的颜色去蹭它啊，把它前面做淡一点。这个地方就靠毛流来体现。哪些地方是靠笔触啊，就是毛流笔触，哪些地方是你要铺颜色进去的，这个大家都要观察好。好，铺好了啊，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这个卧蚕啊，卧蚕我们把它吸一个，比如说，哎，这个眉毛上面啊，眉骨上面比较浅一点的这个，还带点饱和度的这个颜色，去提亮一下它的卧蚕中段。啊，再灰一点，提亮一下它。然后我们还可以把这个眼皮的中段也给它提亮一点啊。
当然这块呢，因为我们其实有个光斑在那里，所以你不用特意去提亮了。如果说你是画一个哑光的，或者是没有这块东西啊，如果说没有这个光斑，我们要有一个画体积的意识，你要把这个眼皮中部啊再提亮一点。好，我们画一下这个人中。像这种地方啊，都可以去吸已经画好的颜色呢啊，在眼皮上啊，眼皮现在的颜色已经很丰富了。用它来画人中，我现在是在它的内眼睑吸了一个颜色啊，来画人中。这个人中我们画的时候注意一下，那它的这边，因为它这边要露另外一点点脸啊，这在这张里面露的不明显，所以我们就只要把它的那个边缘稍微压深一点点。它两根啊，人中两根还是都看得到的啊。然后在这个唇峰的部分，它是要跟嘴巴去衔接的。中间呢，我们就用一个稍微浅一点的颜色，把它这一条，把它这一条给它抠出来就好了。好，这边的颜色我们就跟它的鼻尖啊去衔接，把这个鼻尖正好用这个深一点的颜色画圆一点，在它的鼻尖的这个末端啊、尾端，正好可以加一点这个体积感。好，鼻孔我们就抠两个边就好了啊，上面那个边它稍微清晰一点，那下面呢我们就让它渐变下去，抓两个水滴形啊，那抓两个，这里一个水滴，这里一个水滴，好，这两个水滴，然后中间你让它自然的去连接就好，前面的水滴大一点。涂抹工具啊，把它过渡一下。然后鼻孔跟它的上方啊，我们让它清晰一点。跟前方啊，这边过度的柔和一点。好，让这个人中啊，让这个人中像是从这个鼻孔里面啊这个位置长下来的，但是你不要直接插进去啊，这种感觉。好，鼻子画好之后，我们还可以局部的去强调。我现在去吸这个口裂线的颜色啊，局部强调一下这个鼻孔的形状，一定是让这个线啊，让这个线成一种两面派的关系啊，它的跟上面一侧稍微清晰一点，跟下面的渐变呢，就是对外让它犀利一点啊，对内让它柔和一点。
好，现在我们来画嘴巴了啊。这个嘴巴呢，我不想画的太那个啥，就不想画的那个太红了，就是口红的痕迹太重，因为我觉得他现在这个皮肤啊，蛮清透的，然后整个他的衣着也是一个比较清淡的，不是特别的浓郁啊，所以就保留他的这个唇部的质感，然后把他的口裂线周围给它晕染的重一点就好了。好，所以吸这个口裂线的附近的颜色，然后把它的饱和度提一点。这个红啊，我到了口裂线的两端的时候，用的已经是一个稍微偏冷一点的红了啊。从口裂线往外去涂，然后它的嘴角是要内陷进去的啊，所以嘴角这边重一点。把周野的这种清冷的气质啊，他的气质比较清冷，就是因为他的嘴不是那种微笑唇，所以我个人的审美我也不喜欢微笑唇啊，我觉得微笑唇过于讨好了。我觉得像他这种嘴角有点往下的圆圆的这种，他就没有那种讨好的感觉，你就会觉得他比较的高冷一点。所以还是啊，又回到那个话题，大家不要轻易的去改变自己的容貌，特别是什么微笑唇啊这种东西啊，没有必要去利用外科的手术的手段去改变它。好，口裂线啊，口裂线，大家注意这个口裂线啊，然后用一个深一点的啊，稍微冷一点的红色，你一定要画出它的这个嘴唇的里外的这个转折感啊，在这里，在它的这个嘴巴的红色的范围里面，再画一个 Y 字形，看到没有？再画一个这样的 Y 字形啊，在它的口红的范围里面再画一个这样的 Y 字形，然后把这个 Y 字形往旁边去晕染。这个地方，这个 Y 字形是它的唇珠啊，中间的这个唇珠鼓起来的部分。然后把它的唇线卡出来啊，这里有一点点上去，再下来，因为它是有一丢丢唇珠的，在这个嘴角这里卡重一点，好，在嘴角这里来一点重色啊，还不够细啊，这个唇线画的有点粗了，粗了的话我就用旁边的颜色来挤一挤，夹一夹啊。好，这边还有一些底稿的痕迹，我把它处理掉。把它的左半边的嘴唇的颜色是略深一点的啊，在这个 Y 字形的左半边，我们都用深色去刻画一下它，然后用一个深色把它的这个下嘴唇靠近口裂线的部分加深。
可以顺着它的唇纹的方向用这个细节笔刷去画它。然后用涂抹工具做过渡。好，底下的颜色啊，我们就用这个小牛加一点饱和度，把它的口红涂上去。像这种古风啊，画古风，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用哑光质感画嘴巴的，因为古人，对吧？我们在电视里面也看过啊，古人他们的这种美妆产品啊，没有那么的水润，就是用一个红纸抿一抿啊，出来的那个效果就很哑光，对吧？我比较喜欢那种效果啊。因为它的下嘴唇也比较饱满，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下嘴唇的趋势给它画出来。好，然后磕唇沟，它的磕唇沟有必要好好的勾勒一下，因为它是一个磕唇沟比较明显的，它蛮明显的啊。唇线我们用红一点的、饱和度高一点的颜色去画它，然后可以带一点点到这个磕唇沟，呼应一下让它。好，然后其他的地方啊，还是要用肤色去画它，我就去吸卧蚕上面的颜色啊，去画它的这个过渡，用卧蚕的颜色。这边边缘啊，用涂抹工具给它过渡一下。好，然后嘴巴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去藏一点冷色的啊，嘴巴我们也是可以藏冷色的。怎么藏呢？我们怎么画呢？先还是要把冷色，你看画在它左半边脸，对吧？画面里面的啊，这个左半边，我们同样的还是吸这个嘴唇的颜色，吸它的我们的目标范围的颜色，然后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往左下角拉，让它灰一点，然后让它紫一点，用一个偏紫灰一点的颜色啊，它就冷了。你看铺在这个，可以再来一点也行啊，铺在这个左边的位置。这样子我们不会在嘴巴上出现一个蓝色的感觉啊，不会在嘴巴上出现一抹蓝的感觉，但是你又会觉得它这半边比较冷。这个颜色包括稍带着把它的另外半边的下巴啊，那个磕唇沟那半边的下巴的部分也给它包一下，这样
她的这个嘴巴、下巴这边的转折就比较自然，包括什么鼻尖啊，这个人中啊，都可以带一带。口裂线的部分还可以进一步的啊，多几遍，多来几遍，加重。但是越重的地方，我们要用越细的线啊，用细一点的线去把它加重，而且勾勒一下，强调一下它的嘴巴的一些转折点，强调一些闭塞的区域和一些转折点。比如说这里是一个转折点，对吧？然后这个嘴角啊也是一个转折点，我们就把这几个点给它刻画好。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它这里该加深的再稍微加深一点点。因为这是他本人的特点啊。我们如果不画，你如果不是画周野，你画其他的，你画一个这种自己的设定啊，对吧？或者只是画一个你喜欢的这个美人的长相，那你不一定非得把嘴角处理成这样啊。这个刻唇沟长度我把它压扁一点，压短一点。然后这个脸的话，像它的这个地方啊，鬓角附近，我给它稍微加一点暖色，我去吸这个眼皮里面的颜色，把这个鬓角也像刷眉粉一样啊，像刷眉毛一样啊，不要让它干干的就几条线在那里，因为很多同学的线处理的也不是很漂亮啊。这块的颜色给它带一点这种肤色的感觉去衔接一下，可以用这个铺色小牛去画它啊，就整个加一片这种肤色的感觉加进来。包括在这些发际线周围铺一点点这个肤色。耳朵我就不具体去画了啊，因为我这个耳朵跟我们在那个上一次课的那个樱桃妹妹画法是很相似的啊，但是需要大家课后去把它细一点的刻画出来。然后我们主要是注意这个地方啊，主要是下颌线的这个处理，下颌线的处理，切换成细节笔刷了啊。那这个地方一定要狠狠的卡一个闭塞的啊，耳下是要狠狠的卡一个闭塞的。然后呢，这个下颌线，这个下颌角，你不一定要把这个线勾满啊，你把这块给它放开。你看他的本人也是这样啊，本人也是这样。这个地方如果放开的话，会显得怎么样呢？会显得这个妹妹的脸很小，她的下颌角啊，
跟脖子就是有一点相连的感觉，你就不会觉得它下颌角是一个很突出的东西。这个耳朵要这样勾进来一点啊，这块到时候用头发给它补上。这个耳朵的形状在细化的时候也要卡一下。我现在很担心到9点他又给我踢出去。好，这边我们把它一边画啊，一边画可以一边改色相，一边调淡，把它放宽，然后虚化一下这个线。这边下颌线呢也是啊，我们可以不用像照片那样啊，照片它这个地方比较的糊啊，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就是若隐若现的感觉。我们把这个放开的这一段处理的稍微的窄一点。你看这样它的下颌角还是比较清晰的啊，就不会没有。然后颜色也是，这边我们可以用一些比如说人中啊这种偏肤色一点的，去给它中间做衔接。就是这条线意思就是不要卡太死啊，不要把这条线卡得太死。那这条胸锁乳突肌也是啊，用它的肤色去画它。这个地方不要太，就闭塞的颜色啊和其他的结构的颜色我们要区分开，不要把这种太灰的东西带到外面来。有很多你在照片上看到它是混沌一片、模糊不清的东西啊，到我们的画面上来，其实你要学会用简练的语言去概括出来。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就是画画的人呢，特别是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美术生啊，我不知道有多少美术生，一定不要去把这个线当成一个洪水猛兽，特别是如果你画插画的话。线反而是一个，它其实有的时候是一个很高级的东西啊，它是可以有一个很强的那种概括性的，而且它会有装饰性，它把一个立体的东西变成平面，不见得是一个降维的动作，大家要在这个就是审美啊，把自己的审美的这个区域给它拓宽一点，把它格局放大一点，它并不见得啊，把一个3D 的东西2D 化，并不见得是一个。虽然是好像是降维了，从3维变成2维，但是它在审美上它不是一个降级的动作，它在审美上并不见得是一个降级的动作啊，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你们看到那个绘画进入到现代啊，进入到后期，为什么有那么多大师去丢弃掉那些写实派的东西，去开发自己的那些新的风格，你们就知道了啊。像我这个耳朵因为拉过，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地方啊，他们衔接不上，所以我要把它处理一下啊。要把这个下颌角和这个耳朵的这个耳屏，还是让它拉回到一条线上来啊，拉回到一条线上。这个耳朵的形状画到这里了啊，你要再去好好的去观察一下它。好像这个地方啊，需要补头发的，后期把头发给它补上去。好，现在我们就差不多了啊，我们再把这个毛毛啊、高光啊点上，这个画的这个脸的完成度就差不多了。
好，但是啊，大家在这个轮廓线的处理上啊，我还是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因为之前没有，我在这里完整的给大家演示一下啊，这个轮廓线我会怎么处理。你们如果觉得怕失误或者是那个啥，可以新建一个图层来勾边啊，可以新建一个图层来描边，我就直接把它画在这个皮肤层上了。那轮廓线我是用细线去勾的，没有错啊。然后我选的颜色呢，我选的颜色它还是有一定的饱和度的，大家不要用一个很灰的颜色去画它，而且它的颜色范围一定是要在肤色的范围之内啊。好，然后再画到这种像鼻子啊这种通透，你想它透光啊，你看这个地方啊，它有光过来通透的地方，我们就要让它线稍微再细一点。然后转到这种偏阴影的啊，嘴巴这种偏阴影的地方，我们颜色要跟着变啊，颜色就要深一点，可以冷一点。然后这个线啊，因为我们的侧面它不是一个纯侧啊，所以你这里可以勾一点进来，来指代一下它这个关系啊，包括一些像鼻孔啊、什么口裂线、嘴唇那些地方，还可以继续卡地色啊。然后像有的线呢，在某一些区域，你可以让它变成一个小的面去走。这个嘴唇，我们可以把它这个关系给它卡清楚啊。这样你就会知道啊，嘴和脸谁在前谁在后。像这里啊，画到嘴唇，它是一个饱和度很高的东西。我如果想要把这个线稍微勾一点进来，我就要把这个线的颜色也提一下饱和，带进来一点，然后再慢慢的回去啊，把它这样勾出来。包括下巴啊，像这些地方，我们都可以让这个线啊成一个这种 Y 字形啊、人字形、入字形的这种，你看很多地方，好几个地方出现了。那这里，对吧？有穿插，然后这里也穿插了，这个地方也穿插了，然后这里也可以有一个穿插啊，这几个地方都可以做一个穿插，就是不要让这根线从头到尾就不断了。你到这里该进来的时候做一个穿插啊，到这地方就可以把这些块面的关系再好好的交代一下。所以勾边不是说用同一个颜色、同一个粗细啊、同一个力道、同样的这个深浅，去从头到尾给它一笔成型，给它描一遍，不是这个意思啊。特别是在某一些地方，这个勾线啊，它能够让你把这个块面的关系区分的更清楚。那包括这些地方啊，都可以勾个边。如果耳朵画完了啊，就这么勾。脖子的部分也是，能画出它的这个起伏感。然后衔接到，比如说像这种衣服啊，我马上要去跟那种次一级的啊，比如说这是一级细节，那衣服这边可能是3级、4级了啊。跟这种细节不是很丰富的地方去衔接的时候，你就要慢慢的放开它了。
好，头顶这种地方，你马上要往这个比较偏灰一点的地方、深一点的地方去走，那么我们的这个线的饱和度也可以降低。啊，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刘海层，你看刘海层在上方，皮肤层在下方啊，所以这里勾线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用。那我们就可以去头发涂层啊，我们可以去头发涂层完成这个动作。所以涂层是灵活的啊，涂层是灵活的。我们最终都是为了画面去服务的，所以呢，你不要去在意它这个涂层有多不合理，或者是分布是怎么样的。画画是一个灵活的事情啊，有的时候不要用刻板的教条去束缚自己，就这样去啊，就这样去画。这个额头这边的转折其实还可以再做的细腻一点啊，把这个转折做的再细腻一点。当然它因为它这里还有饰品嘛，还有饰品啊，所以就最后再去统一处理也行。那我们休息3分钟再回来啊。如果他踢出去了，我就再重新进一下教室，正好时间也快到9点了。我们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啊。最后把这个睫毛啊这种啊睫毛高光，还有把这个饰品的部分给它画一画。先休息休息，休息3分钟，3分钟以后回来。